大家好，我是李医师，欢迎来到每天养一点。过了40岁，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体力大不如前？以前熬夜隔天还能正常上班，现在稍微晚睡一点，可能要补好几天才补得回来。爬个楼梯开始会喘，甚至只要一吃大餐，隔天起来身体就特别沉重。其实很多人身体开始出状况，根本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从日常的消耗大于修复开始垮的。今天我们不谈复杂的医学理论，我们直接来看权威数据，聊聊3个最普通却能帮你把体力找回来的硬指标。我们常听人说要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柳叶刀公共卫生的 Lancet Public Health 期刊发表了一项针对我们华人的大型观察性研究。这份研究利用了近50万人的长期追踪数据，明确定义出5个能大幅延长寿命的低风险生活习惯。这5个习惯听起来都很普通，但研究数据非常惊人。在30岁的时候，如果这5个好习惯你一个都没有，或者你只做到一个，那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就大约剩下47.1年，女性剩下是47.3年。但是如果你能做到全部这5个好习惯，30岁男性的预期寿命会增加到50.5年，女性更是会增加到55.4年。心血管、癌症和慢性呼吸疾病的死亡风险更是大幅降低。到底是哪5个习惯这么关键？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日常。第一，不抽烟；第二，不过度喝酒。男性每天酒精摄取小于30克，女性小于15克。第三，健康的饮食习惯，多吃蔬果、豆类、鱼类，控制红肉。第四，积极参与体力活动。第五，保持健康体型，男性腰围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5公分。中年人最常有的错觉就是我现在感觉没事啊。但你要知道，健康问题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累积出来的。我们就拿最基本的吃来说好了，我想请你诚实回答一个问题：你每天最容易管不住嘴巴想乱吃东西的时候，通常是几点？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在晚上，特别是过了40岁，白天工作压力大，事情又多，到了晚上好不容易可以休息，就会特别想找点东西吃。很多时候你根本不是肚子饿，只是想靠吃东西来放松一下心情，喘口气。但最划不来的就是白天辛苦顾好的健康，结果全在晚上这一顿破功了。我自己对这件事的体会非常深，这些年我吃晚餐的次数越来越少，只要晚上不吃，隔天早上起床那种脑袋清爽、身体轻盈的感觉真的非常棒。但就在昨天晚上，刚好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刚下飞机来找我，因为他还没吃晚餐，我们就一起去了餐厅。原本我只打算坐着陪他，但看着满桌的饭菜，还是忍不住跟着动了筷子，而且一不小心还吃了不少。结果你猜怎么着？今天早上一起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就来了，身体明显感觉不如平常清爽，那种沉重昏沉的感觉非常明显。你晚上吃进去的负担，身体隔天早上会毫不客气的全部还给你。我们的肠胃和肝脏在晚上是需要休息的。如果你在睡前塞满食物，大量的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多余的热量无处消耗，最后就会变成脂肪堆积在肚子上，这就直接破坏了刚才研究提到的腰围指标。所以就算那5个习惯你现在无法全部做到，至少先从夜晚管住嘴开始，把晚上肚子为饿的感觉当成是身体正在帮你大扫除的讯号。解决了晚上的饮食，我们来看第2个硬指标，睡眠。很多人身体垮掉，其实是从睡不好开始的。你知道为什么睡不好，脾气会变坏，脑筋会变得迟钝吗？从医学角度来看，
我们的大脑在白天运作时会产生很多代谢废物，只有在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清除系统才会完全打开，把这些垃圾清出去。其中呢，就包括了跟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有关的有害蛋白质。不止大脑，长期睡眠不足，身体的压力荷尔蒙会一直居高不下，这会让你的血压飙高，血糖变得难以控制，脂肪特别容易囤积。很多中年人的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追根究底，都跟长期的睡眠负债脱不了关系。你以为自己是在为事业打理，但你的身体接收到的讯息是，你正在长期剥夺它自我修复的时间。这里有第二个问题要请你诚实回答，你上一次自然睡醒，醒来觉得神清气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过了40岁，如果还把睡眠时间搞得支离破碎，简直就是在下坡路上踩油门。这个阶段最有效的保养不是买昂贵的补品，而是把睡觉当成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固定上床时间，先把节奏稳下来，躺下后有没有立刻睡着是其次。固定起床时间，晚睡有机会补救，但晚起会直接打乱作息。睡前1小时放松，放下手机，让神经系统从战斗模式切换到修复模式，保持环境昏暗微凉，这最容易引导身体进入深层睡眠。我自己现在把上床时间当成铁律，这不是为了展现自律，而是为了保命。前几年只要稍微熬夜，隔天精神就明显变差，我根本不敢拿身体去赌。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规定不是等累了再睡，而是时间一到就乖乖躺平，先把作息的节奏给稳住。有了好的饮食习惯跟睡眠修复，最后一个硬指标就是把肌肉留住。真正让人防不胜防的老化，其实是肌肉流失。医学研究指出，人过了40岁之后，肌肉量平均每10年会流失大约 8%， 过了70岁，流失速度更会加倍，这就是肌少症危机。肌肉不只是用来走路的，它其实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引擎和天然血糖调节器。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有很大一部分会转换成糖，储存在肌肉里。肌肉量太少，糖分无处可去，留在血液里。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而且失去肌肉的保护，关节就会直接承受身体的重量和冲击，加速退化。肌肉流失一开始不会痛，但它会悄悄带走你的基础代谢率、关节稳定度。最后的表现就是你一动就觉得累，然后你就更不想动。第三个现实的问题，你现在爬3层楼梯，觉得这只是热身，还是爬完会喘不过气，双腿发软？40岁以后，把身体从一碰就碎的脆弱状态锻炼回强健稳固的体质，才是最划算的投资。不用想得很复杂，做到3件事就够了。每周2次肌力训练，重点放在大肌群，像是深蹲、推拉动作，或是练练核心。每次只要20到30分钟，重点是长期维持。每周2到3次有氧运动，快走、慢跑、骑脚踏车都可以，只求微喘流汗，能持续做下去。吃够蛋白质，长肌肉需要原料，确保每天都有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中年以后练运动，练的不是身材，是为了活得安稳。40岁以后，肌肉是保命的防线，你不练它就掉，它一掉，代谢、体力、平衡感就会跟着全面衰退。先从每周2次开始，哪怕每次只有20分钟，时间久了，健康的复利效应绝对看得见。健康的账本从来不会说谎。今天提到的这3个指标，管住嘴、睡好觉、留肌肉，都不是什么神奇的偏方，但正是这些最基本的日常，决定了我们10年后的生活品质。
这3个硬指标，你目前做到了几个，或者是哪一个对你来说最困难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真实情况。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帮我按个赞，也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些总是以为自己身体还很好的家人朋友们。健康没有捷径，我们需要每天养一点。我是李医师，我们下回见。